近年来，随着居家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化，传统金刚网已经不再是防蚊纱窗的唯一配置了。比如说像高新金刚网、金属类的高新纱网，甚至是非金属的多功能纱网，都在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那很多门窗厂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呢，纷纷将纱窗产品进行了扩列。可当他们把各种的纱网采购回去之后，经过了一顿捣鼓后，发现这东西怎么跟金刚网的加工方式不一样呢？那我们就做了很多像这样子的求助。那现在我们就分析一下，什么样的网适合什么样的加工工艺或者是型材。首先，我们先把工艺分成两类，一种是可以分点固定的，另外一种就是需要整边固定的。那分点固定，顾名思义就是用分散的点就可以把纱网给固定。那什么样的纱网可以这样加工呢？那经过测试了，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与我抗拉强度在600到800兆帕的金属材料，像普通304的，它们就需要丝径在0.35毫米以上，而且目数要足够密来支撑纱网的强度，才能采用这种加工工艺。那抗拉强度在350到400兆帕的，比如像航空合金网，则需要丝径在0.45毫米以上，才能打螺丝或者打铆钉。那分点固定的加工工艺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型材呢？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传统金刚网的纱门窗的型材都能使用。可是要把纱窗做好，还需要很多的细节，包括打螺丝的松紧度、型材的结构、纱网的平整度等等。但是我们建议，如果你不是说要做重型移门，甚至你做的是极窄纱扇的话，千万一定要慎重考虑。真的要用折弯工艺吗？首先，大家都应该知道，不锈钢是比铝合金强度大的，所以说你要利用折弯工艺靠型材把纱网给拉直，其实这个是不合理的。其次，折弯工艺对纱网的折弯角度、纱网与型材的内控、纱网的平整度，甚至还有打螺丝的顺序、松紧度都非常讲究。那对于折弯工艺的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像我们目前这种情况，它的角度非常接近90度，而且纱网与型材的内控制在1到2毫米，这个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能做出来的纱网效果也是最好的。可是像这种情况，纱网的折弯角度过大，那实际上它的内控就不够了。然后呢，把纱网放到型材里面，整个纱扇的型材就会被纱网给撑开。如果说我们到时候把这一端把整个纱扇打完螺丝之后，型材就会把纱网给顶起来，整个纱网就会很晃动。那当纱网的折弯角度过小，打螺丝的时候，它们会把这个纱网给撑起来，然后纱网就会成一个圆弧。即使有了正确的角度，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型材与纱网的内控空间，像这种就做大了。如果到时候我们打纱网的时候，我们一打纱网，型材就会变形。那当我们打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顺序。首先，我们先打这两边，确保我们利用这两边把整个纱网给绷紧。当我们处理这两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靠这2颗螺丝来决定整个纱网的收腰情况。如果我们是先打两边的螺丝的话，有可能导致型材把纱网给顶起来。所以无论怎么做，只要稍微大一点的纱门窗，你用折弯工艺都会出现收腰或者是纱网不平整的问题。至于整边固定，通常就是用压条或者是其他长条配件将纱网整边均匀的固定在型材上面。那什么样的网需要用整边固定的呢？那些不能用分点固定的纱网，比如像格特纱网、经典黑不锈钢纱网、不锈钢本色纱网等等，和目前比较多人关注的非金属高清网，比如说48目的功能网、PET 纱网，还有玻璃纤维网等等，这些纱网都需要带有压槽的型材，再配合上相对应的压条，然后把纱网整边固定在型材上面。那我们在压网的时候呢，可以利用一下这种夹子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就等于有个人在对面可以帮你把网给拉着。除了用夹子呢，我们还能用双面胶，都可以的。如果说我们不用预压的话，我们把压条放进去压槽的时候，我们不确定究竟是里面的纱网或者是外面的纱网进入这个压槽，所以这个纱扇收腰的时候我们就不确定了。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做一个预压。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做完这个预压的时候，我们像这种金属纱网呢，它整个网已经是非常平整的了。然后呢，这个压条的作用只是把这个纱网再进一步的固定。以上是我们对纱窗型材还有加工工艺的一些见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同时，我们非常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纱门窗的相关工艺与技术。让我们下期再见。